迎收看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上片的荧光笔工作室，我是莹莹。那之前呢，我们就有做过一支影片呢，帮大家来梳理马来西亚呢对于两岸的外交关系，里面提到呢不少和孙中山的这一个渊源，所以呢，真的建议呢还没有看的朋友可以先去看一看，再来看这一集，这样子呢你的概念就会更加的清楚哦。之前呢，我们就有提到英殖民时代的马来亚，当时候啊，大部分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华人呢，心思都还是比较纯粹的，就是饮水思源。到南洋打工呢，就是为了要赚钱过生活。直到满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呢，这片土地上的华人呢，仍然是心系祖国的。不过，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这片土地上的华人终于选择不再漂泊，将马来西亚视为自己的永久家乡呢？那我们哈拉特荧光笔工作室呢，这一集就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大马独立前后马来西亚华人世界发生的大小事。准备好了吗 ？Let's go！嗨，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辛亥革命之后呢，满清王朝就被推翻嘛，那中华民国呢就成立了。海外的华人呢，是不是就终于迎来了祖国富强，再也不用漂洋过海在海外流浪的好日子呢？好像是没有哦。因为呢，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文件里面呢，记载着20世纪初马来亚人口数据显示呢，1911年到1947年间呢，马来亚华人的人口还是不断的噔往上涨的。这是因为呢，自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这个政治局势还是乱糟糟。中华民国呢，就先后经历了keyword 很多啊，不懂的朋友可以去自己搜寻啊。南京临时政府、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多次的政权替换，政局呢就非常的动乱。当时候呢，中国国内呢一下子呢就是这个军阀的割据啦，一下子又是国共内战啦，再一下子就是日本侵华啦，所以呢，相对稳定的南洋就变成了值得一去的地方。尽管是在1912年民国初年颁布禁止贩卖人口令，强调必须要禁止猪仔出口，但是呢，直到第二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呢，猪仔贩卖业才算是全面的终止哦。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呢，英殖民政府在干嘛呢？这边呢就要聊到近代历史绕不过去的一座山了。接下来呢，我们会提到很多的关键节点啊，准备好 highlight 重点喽。发生在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呢主战场是在欧洲啊，可是呢它对于未来世界的局势影响可是非常关键的。马来西亚的华人的发展呢，也间接的受到这个局势的影响。首先，由法国、英国和美国等组成的协约国，虽然是赢得了战争哦，但是呢，欧洲各国呢都在这一场战争中受到了重创。原本呢是世界金融中心以及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国呢，就因为一战造成的巨大伤亡，还有物资的损失呢，就大大的削减了英国对领土的这个控制力，以至于后来呢，二战日本人入侵马来亚的时候呢，英国就显得非常的在状况外，惨被日军呢一路打退到去新加坡。大战期间呢，俄罗斯就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世界上呢出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苏联。从此呢，共产主义呢就在世界各国相继的出现，而中国共产党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崛起啦。一战之后呢，北洋政府在巴黎和平会议上谈判失利的消息传回中国之后呢，愤怒的学生就上街游行，示威事件越演越烈，终于引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著名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思想还有政治热情，马克思主义呢在中国的影响扩大，有许多呢五四运动的这个参与者呢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某种程度上呢也埋下了日后国共内战的种子，也为日后南洋共产党还有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埋下了伏笔。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那这个共产主义的风呢吹着吹着就吹到了南洋来了。隔年1922年，马来亚半岛呢就可以发现
中国共产党活动的痕迹。当年呢，在吉隆坡发行的《南洋评论》呢，就是一份被定性为共产主义的期刊。1930年4月30号，以反殖民统治还有压迫为斗争的马来亚共产党，在森美兰州的瓜拉比劳县村落里面成立。一直到1989年和马来西亚、泰国签署了和平条约、和爱协议之后呢，才解散。好，那故事说到这里，既然共产党都已经出现了，那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故事的另外一个主角国民党也是时候出场啦。其实呢，国民党的出现呢是比共产党还要早10几年的哦。辛亥革命，满清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由革命派演变而来的国民党顺理成章了，就得到了海外华人的拥护。当时候呢，有绝大多数的华人在国族认同上呢，还是以中国为祖国。于是呢，在1912年，在英殖民政府的同意之下，效忠中华民国的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就成立了。国民党主张的民主主义和共产党主张的共产主义，这是2种呢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所以呢，他们注定呢就是要以冲突对立作为收场的。1927年，中国就爆发了国共内战嘛。那在马来半岛耕耘多年的共产党员就马上的响应了。在同一年呢，就成立了南洋共产党，也就是马来亚共产党的前身。1930年成立马来亚共产党，组织工作真的是非常的有效率。那故事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观察得到当时候的马来亚华人呢，大致上是可以分类成3种。第一种，效忠中华民国政府，对马来半岛没有领土野心的国民党华人；第二种，主张建立本土化国家政党、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马来亚共产党华人；第三种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就是那一些呢态度比较中立，大环境怎样就怎样，只想要安安稳稳的把日子过好的华人。那后来呢，海外华人权威学者黄庚武呢，就在1970年发布的《马来亚华人政治》呢，也将当时的华人政治倾向分类成3组，也就是心系中国、只关心中国政治的甲组，专注提升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谁能帮助他们就支持谁的乙组，以及关注马来亚当地政治并积极参与的丙组。不知道这时候在我们的荧幕面前刚好是大马华人的你，是将自己分类在哪一组呢？给你一点点时间留言。但是其实如果你这个问题呢问到独立之前的海峡华人或者是巴巴妞妞的话呢，可能呢我们可以跟你打赌，他们200%会选择丙组。1900年义和团事件就导致了8国联军进攻中国，当时候呢就有一名海峡华人就号召了这个海峡华人组成了一支先遣队，跟英军一起对抗清朝。后来呢还真的给他招到了100位海峡的这个侨民呢，加入了新加坡义勇军步兵队，对英国殖民政府效忠到这种地步，除了海峡华人之外呢，也没有谁了。那马来亚华人的小日子呢，就在2战爆发那一天呢，被彻底的打破。1937年，中国爆发中日战争，进入了8年抗战。1941年，日本侵占马来亚，进入3年零8个月的马来亚日战时期。中国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呢，就在抗日时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积极的开展华侨在财务上支持中国抗战。根据当时候的新加坡华人领袖陈嘉庚估算抗战初期的5年，华侨直接汇款回国给家人，再加上义捐的数目呢，是达到50亿元。许多的华侨更是纷纷的回到祖国去参战。华侨技工也前仆后继的在滇缅公路上维护车辆以及输送物资去支援祖国。那马来亚共产党呢，在抗日的贡献呢，也是不遑多让的。马共采取联英抗日政策，在日军后方呢展开了游击战。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之下呢，就连许多国民党员呢，也纷纷加入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由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呢，是马来半岛日据时期的抗日主力之一哦。这时候的马来亚华人之间呢，是暂时放下了党派之争，同仇敌忾，保持高度的合作，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为止。日军8月才宣布投降，英军9月就重返马来亚。身为宗主国的他呢，就很理所当然的回来接管马来亚，并且呢，很快的就在1946年的4月成立了马来亚联邦，把战前各自为政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收纳成为一个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巩固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简单来说呢，就是英国呢，就是不想要他在远东的经济还有政治利益受到影响。仗呢就是我们打的，血是我们流的。等到完事了之后呢，他就坐那个船呢回来，成立了这个马来亚联邦，想要收个好处。那马来亚的这个民众乐意吗？
其实呢，当时候啊，有某些族群对于英军的这一项决定呢，还是蛮 OK 的哦。当时候呢，马来亚联邦呢，在公民权的问题上呢，对非马来人较为宽松。非马来人只要符合这3个条件，也就是1，至少18岁，并在1942年2月15日起的15年内在马新居住达到10年的人。2，马来亚联邦成立前出世并定居的人。第3，在马来亚联邦外成立或之后出现于马新以外，他的爸爸呢是马来亚联邦公民的人，都可以成为马来亚联邦的公民。当时候的马来亚华人和印度社群呢，主要都是移入者嘛，那流动性都比较大，所以呢很少要求参与政府，所以呢马来亚联邦的成立呢，对他们来说没差。那再加上呢，当时候日本一宣布投降啊，少了外敌的国共两党，为了要争取中国统治权，又很快的爆发了第2次的国共内战。那一直在 update 祖国 story 的这些马来亚华人呢，就把焦点都放在祖国身上了，就没有什么太关心到马来亚联邦的这件事情。当时的马来亚华人呢，主要是要向政府和社会呼吁保留华人的身份，允许实行双重国籍制而已，并没有对新的这个政治结构，还有这个所谓的公民权等重要的课题深入的去做研究。但是呢，马来社群呢对马来亚联邦的成立就非常的反感哦，而且呢，当时候啊还直接的群情汹涌中催生出了这个马来民族统一机构。这个名字有一点点陌生，但是其实它现在还在，也就是今天的巫统 UMNO 这个老牌政党。至于马来社会到底是为什么那么讨厌马来亚联邦计划呢？这个故事真的 very the long a story 啊，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细表了。如果呢你真的是很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搜寻看看啊，或者是我们看看这么 heavy 的历史内容的影片，那个 view 是怎样啊？看看真的有人有兴趣吗？如果收看率很惨淡呢，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勇气再做这个系列了。好，巴力。马来亚联邦计划呢，就激起了马来社会广泛的这个抗议浪潮。马来人庞大的族群人口比例呢，就让英国人了解到啊，要是得不到马来社会的支持呢，在马来亚的统治利益肯定是东过水的，就是得不偿失啦。那除了要担心马来社会不合作之外呢，英国同时还要担心共产主义在马来半岛壮大。要知道当时在同一时空之下，意识形态还有政治制度与英美等国完全对立的这个超级大国苏联，开始就在欧洲发起了政治攻势，还有中共韩共越共等等的势力呢，在远东不断的壮大。英国实在是不想看到又有一个共产势力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发生，所以呢，英国就打算通过争取马来人的谅解和合作，消除马来民族左翼政党的势力，从中扑灭马来半岛的共产势力。听到这里，你们还 OK 吗 ？OK， 请留个言告诉我 OK。好，于是呢，在1948年2月1日，一个非马来人以及左翼马来人强烈反对，但是英殖民政府和马来民族都满意的马来亚联合邦就正式成立了。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呢，可谓是马来亚华人政治命运的最低潮。新的联合邦宪法严厉地限制外来的移民获得公民权，只有那些父母是马来亚出生，或者是马来亚住上15年，且能说到一口流利英语、马来语的人呢，才能够申请成为公民。联合邦宪法的推出，就让土生的华人还有右派的华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啦。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华人呢，都还是保持冷漠还有不过问政治的这个态度。直到1948年，马共拿起武器进入森林，展开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这个武装斗争革命。英殖民政府宣布全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之后，马来西亚华人又迎来了一个新篇章。因为多数的马来亚共产党员是华人嘛，而且呢，乡区的华人对于擅长游击战的马共呢，提供了物质方面的支援。那英军在战争初期呢，也是打得非常的辛苦的。直到英军制定了比利时计划 （BRICS Plan），透过强硬的手段建立了新村，也就是 Kampung Baru， 才成功的削弱了马共的势力。但是这些呢，都是后话，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动手去查一查。另外呢，紧急状态的颁布呢，也让英国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在1949年解散所有中国国民党在马来半岛的支部，还有关闭总领事馆，彻底的结束了中华民国对马来半岛政治事务的干预。怎么这个英殖民政府明明是在对付马来共产党，怎么却要趁机呢拿这个中国国民党来开刀嘞？这主要是源自于英国担心获得美国支持，致力于去殖民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呢，会对英国在马来亚半岛的统治造
造成影响，又为了要讨好中共，以避免解放军进攻英国控制着的香港，于是呢，英国就对中国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动了让它消失这个念头。在紧急状态之下呢，马来华人呢还是可以分成跟抗日之前类似的3种类别。支持共产主义的华人呢，都纷纷参加了革命斗争；效忠中华民国的华人呢，则被英国解散。而本土意识最为浓厚的土生华人呢，则致力于为效忠马来亚的华人争取公民权。英军实施的比利斯计划呢，以及对华人的这个敌视啊，使得后两者呢在马来亚的生活呢苦不堪言。于是呢，自然而然的都聚集在一起。而这样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呢，今天还活跃的老牌华基政党马华就在1949年正式成立。马华的早期党员啊，除了有创始人陈真禄为代表的青英商会势力，以及土地主、商人等等的上层人士之外呢，还有许多国民党的支持者。当中的创始人之一呢，梁宇浩也曾是国民党的少将。这都嘛对。我们不是很确定这个字怎么读啊，太深了，以前的人名字太深了。如果我没有念错的话，请指正我们哦。另外，官办马来西亚第一位财政部长的李孝士 H.S. Lee 呢，也曾是国民党的陆军上校。在受到马共威胁进入紧急状态，冷战局势造成东南亚共产主义蔓延和战后新兴国家独立思潮的推波助澜之下，英国终于甘愿 Let it go， 同意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1963年的9月16日，由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还有沙拉越组成的马来西亚正式诞生。终于拥有了主权的马来西亚呢，就在成立的不久之后，就跟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邦交。这么做的原因呢，不单只是因为在1971年以前，在联合国里面代表中国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其中呢也有忌惮这个共产主义的因素在里头。毕竟呢，当时候啊，由这个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对东南亚各国输出革命，从1961年开始就用各种的方式去支持马来亚共产党，这让奉行联邦议会民主制的马来西亚想爱都难啊。直到冷战的中期呢，世界局势就出现了新的这个局面。当时候的马来西亚呢，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呢，都纷纷加入了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和美国和苏联2个超级大国任何一个结盟的这个不结盟运动。与此同时呢，马来西亚也意识到日本跟美国这些反共列强呢，已经走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道路之上。基于国际的这个形势啊，以及经贸还有文化来往的这个需求，马来西亚在1971年就委派了10任的马来商会主席兼国家企业机构 Pernas 的这个主席 Tunku Razaleigh 来率领一个贸易团，先去马中建交探探路。由 Tunku Razaleigh 做推理的这个访中代表团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哦，成功的促使马来西亚成为了第一个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东盟国家，也在这个时候呢，同时和中华民国终止总理事的关系。马中建交时呢，就承诺会遵从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使得马台的关系呢，在马来西亚只能够在非官方的层面上进行。目前呢，马来西亚在台北呢是设有马来西亚友谊及贸易中心，而台湾呢则在马来西亚设有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啊，说到这里插播一下，我们做了一集呢Tunku Razaleigh的这个人物影片，讲到他当时啊差一点点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第4任首相，而不是马哈迪啊。那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个剧情逆转呢？啊，可以去看我们的这一支影片哦。其实呢，在1950年代到1974年，马来西亚跟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以前呢，马来西亚的中文娱乐节目还有文学读物呢，主要都是来自香港和台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祖父辈呢，以前在学校学的都是注音符号还有繁体字。而在1974年马中建交，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和马中交流日渐深化之后呢，马来西亚教育部长就在1981年宣布，全国华文小学用汉语拼音和简化汉字来教学。所以呢，马来西亚的这个80后、90后呢，除非是去台湾念书啊，或者是香港读书了哈，或者是他个人的喜好，不然呢，新生代的大马华人呢是不太会写繁体字的。在马中建交之后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法，任何取得他国国籍的华人或者是华侨呢，都会自动失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在中华民国政府这方面呢，就有越来越多的华侨呢，在马来西亚政府的要求之下，宣布入籍马来西亚，并放弃中华民国国籍。而不愿意放弃国籍的人呢，就必须要回到台湾或者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回归祖国。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呢，选择入籍马来西亚的华人就必须接受自己是马来西亚人的事实，不属于中华民国，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马来西亚的华人就是马来西亚人。那既然马来西亚华人已经回不去了，那为什么每当海峡两岸一发生争端啊，我们大马华人就好像会自动选边站啊？这一些呢是甩中国的，这一些呢是甩香港的，有一些呢是甩台湾那样嘞啊？大马华人到底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台海问题的呢？我们在 Part 3的时候继续跟大家讲。哈，这一集不知道各位听得如何呢？是津津有味呢，还是眼皮子有点重呢？其实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学校历史课本可能会略带过，而且呢，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就是故意要省略的一些部分，所以我们尝试呢用影片的方式呢跟大家去分享这一些历史事件，因为毕竟我们有时候上课的时候啊，那种沉闷的氛围啊，还有一大堆的这些事件的这个堆叠啊，如果你不是很幸运遇到一个很会讲故事的历史老师嘞，确实是会让人昏昏欲睡的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啊。不过呢，小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兴趣，长大之后呢，却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是我们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那真的非常的可惜。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可以克服沉闷，让大家知道更多历史的发展？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嘞？我们的意识形态啊，我们的想法啊，我们和这片土地的这个身份认同是怎么样的嘞？还有我们在国际局势上的立场又是如何的呢？为什么华人或马来人以外的这些民族在马来西亚会有受到一些我们认为不平等的这个对待？到底是怎样发展而来的？都希望呢，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做这类型的影片呢，可以让大家多思考、多认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里面呢，有特别要求我们的剪接师呢去 highlight 一些关键字。我们鼓励大家呢，如果你对这些历史事件好像开始有一点点兴趣了之后不会忙中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你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关键字呢自行搜索、自主学习。当然呢，我们的所有的影片不只是这几集我们每一集的影片呢，一旦我们有引用到一些资料或内容我们都会把这些链接呢放在描述栏那一边的，所以我们非常强烈的鼓励大家延伸阅读。最后问大家2个问题，第一题，看完这一集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情节是让你特别意外的嘞？第二就是，如果你是马来西亚华人，不知道你的立场又是偏向于哪一边呢？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交流一下。我是荧光笔工作室，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上载一支影片的，可以 follow 我们的 social media， 或者是加入会员，用一杯奶茶的钱，或者是直接 donate 来帮助我们做更多的影片，以及走更远。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